近期，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照片显示，对于美国援助的布莱德利步兵战车，乌军并未将其与豹2或者挑战者2搭配使用，而是将其与 M55S 坦克高低搭配。这是为何呢？难道后者比豹2和挑战者2更适合吗？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首先，作为斯洛文尼亚在去年9月份援助的一批装备，该国当时一共援助了28辆 M55S 主战坦克。紧接着次月的29号，基辅独立报网站便向外发布消息称，这批坦克已经运往了乌克兰。而作为此次援乌的回报，德国随即决定向斯洛文尼亚提供40辆 MAN8×8军用运输车。而除了德国之外，当时美国也对该国的援乌行为表达了感激，并承诺将向其给予财政补偿，用于斯洛文尼亚购买其他新式装备。当时还有消息说，此次美国补偿的金额将远远超过这批援助坦克的价值，并表示有意愿向该国提供斯崔克轮式装甲车或者一批将退役的 M1A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可以说，当时的斯洛文尼亚援乌的决定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至于援助的主角 M55S 主战坦克，它是斯洛文尼亚在 T55 坦克的基础上，并在以色列的帮助下改装之后的产物。火力方面 ，M55S 在 T55 的基础上换装了多种北约型号的武器，比如将原装的100毫米 D10坦克炮换成了声名赫赫的英国 L7 105毫米线膛炮，后者呢比前者威力要强悍了很多，属于西方战后2代坦克的标配火炮型号。同时 T55S 还升级火控，特别是安装了双向稳定装置、数字式弹道计算机以及具备夜视功能的炮长用潜望镜，以此让该坦克拥有了行进间射击的能力。另外，车长还配有一台显示器，能将炮长镜观察到的图像同步显示，必要情况下能超越炮长完成观瞄、射击等动作。在动力方面呢 ，M55S 将原来的 V55 柴油机换为了德国的 MAN 公司生产的水冷增压柴油机，拥有着600马力，而且有需要时呢还能安装850马力柴油机。两款动力包对应的时速分别是55公里和60公里，相较于原型 T55 的机动性有了很大提升，而且 M55S 的重量要大。另外，该坦克的行走装置也有改变，改为了 T72 主战坦克的履带版，增加了2对拖带轮。紧接着是防护方面 ，M55S 车体的正面和侧面以及炮塔的大部分侧面区域都用螺栓固定了以色列产的爆炸反应装甲，甚至连炮盾上都安装了一块。行走机构两侧也增加了裙板结构，能有效地应对 RPG 这类武器的攻击，大幅提升了该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除了上述改装之外呢 ，M55S 还更新了液压操控系统，提升驾驶舒适性，并安装了新的通讯设备、红外报警装置、烟幕弹发射器以及炮塔后方杂物箱等等。经过以上的改装之后呢 ，M55S 如果不看它那5对负重轮，基本上已经没有 T55 的影子了。整体作战性能得到了质的变化，能有效地制衡俄军 T72 以下的各类坦克，尤其是现今俄军大量投入战场的 T62 坦克。目前该坦克已经装备了乌军第47独立机械化旅，那么乌军为何将其与布雷德利相匹配呢？首先，这次美国援助的布雷德利步兵战车是 M2A2 ODS SA 型号。该型号呢，美国在海湾战争结束后，根据战争经验对其进行了升级的版本，增加了对人眼安全的2氧化碳激光测距仪、敌我识别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等。当时呢，一共是升级了1423辆。截至现今，该型号大部分都已经退役了。这次援助给乌克兰的就是其中一部分。其次呢，这次乌军将布雷德利与 M55S 坦克搭配在一起，大兵仔细分析了一下，也并不是没有道理。首先，这种搭配很适合现今的战场形势。自从俄乌开战以来，双方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像样的坦克会战，甚至连彼此的坦克对轰都很少见。他们的坦克呢，一般都是被反坦克导弹、反坦克地雷以及莫敏弹等弹药摧毁的。其次，乌军之所以做出这种搭配，完全是认为美援的布雷德利战车完全能够对抗包括 T90M 在内的所有俄军坦克。毕竟在作战时，布雷德利有着极强的态势感知能力，使用搭载的陶式反坦克导弹能在远距离上摧毁俄军坦克。比如在海湾战争期间，
该战车呢就利用自身观测距离远的优势，充当 M1 坦克的耳目，为其设置目标，甚至直接使用陶式导弹摧毁义军坦克。虽然说陶式属于是上世纪的产物了，但是经过近几十年的升级改进，它的性能依然非常强悍。其最新型号的射程已经提高到了4500米，串联战斗部还能有效地克制爆炸反应装甲，轻易击穿900毫米以上的军制装甲。凭借精良的光电观瞄器材、较远的射程和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布雷德利完全能在俄军坦克主炮射程之外给予目标致命一击。此外，该车配备的大毒蛇25毫米链式炮，则主要是用于对付轻装甲目标的，极限射速可以达到200发每分，有效射程3000米，能有效压制有生目标、攻势掩体和轻型装甲目标。而 M55S 主战坦克则是能对包括坦克在内的俄军几乎所有目标，且105毫米线膛炮可以发射包括榴弹在内的各类弹药，具备远距离射击的精度优势。除此之外，大兵还以为这种搭配方式呢，乌军应该是借鉴了此前运用海马斯的战术和经验。在2022年海马斯加入到俄乌战争后，乌军并没有按照常规火炮的运用方式编入炮兵群对俄军进行火力压制，而是以排或者单炮为单位进行独立作战，最大程度发挥其射程远、精度高、机动性强的优势，实施连打带走的游击战、点穴战，专门打击俄军战线后方的高价值目标，比如之前的安东诺夫斯基大桥、克里米亚的俄军机场以及马卡耶夫卡兵营等等。此外呢，就是大量的俄军指挥所、弹药库、补给点等等，实战证明这种战术的成功。基于海马斯的经验，乌军应该也是不会将布雷德利当成普通的步战车使用，而是将其作为反坦克导弹发射车使用，发挥其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强且装备远程反坦克武器的优势，实施机动反坦克作战。当然，乌军也能将其与豹2或者挑战者2搭配，只不过虽然会发挥出最强战力，但用来对付俄军显然是威力过剩了。毕竟不论是布雷德利还是豹2、挑战者2，他们都能够有效地摧毁在战场上所有遇到的俄军坦克。另外，由于现今援助的布雷德利数量还是太少了，如果只是用于进攻就有些浪费了，说不定能在防御作战中发挥奇效。在防御作战时呢，布雷德利能以2辆为一组，编成独立行动的反坦克猎杀小队，按照陶式4000米左右的射击距离，每个小队能监测和控制6到8公里的战场正面。在其余步兵和炮兵的配合下，这些步战车小队能防御数百公里的正面。最重要的是，布雷德利作为一款履带式战斗车辆，有着出色的越野机动能力，能在战线各处游走，进而监控更广泛的战线，期间还能根据战况的变化集中使用，最大程度阻挡俄军的装甲攻势。当然，现今援助的这批布雷德利应该只是试用装，如果乌军使用顺手的话，战绩斐然，相比未来美国将为其提供更多数量的步战车。毕竟呢，在冷战结束后的大裁军中，美军封存了大量闲置的布雷德利。随后，后续美国 M1A1 坦克的到来，乌军呢就能打造出一支全美械装甲师，或许会与俄军坦克部队异地上演一场另类的海湾战争。说完布雷德利，我们再来看看乌军会如何使用豹2和挑战者2。目前根据公开的报道显示，虽然此前有多个北约国家为乌克兰提供了豹2和挑战者2主战坦克，期间呢也有消息传出，部分豹2已经陆续抵达巴赫穆特附近了，但截止至今，尚未有任何公开的照片和视频显示证明上述2款坦克已经参战。就连4月14号，俄军宣布缴获了一辆乌军的豹2，也被侧面证实这是一个假消息。毕竟乌军在发动春季攻势之前呢，以常规思维来看，首先要做的是整合资源、设计战术、集合兵力、装备。乌军指挥官的战术头脑没有问题的话，就要将上述2款坦克先保存好，等待发动大规模进攻时再让其发挥最大作用。虽然这次战争中俄军表现不好，但在曾经的战争中呢，也积累了很多掀翻坦克的经验。因此，只要乌军呢不是驾驶豹2或者挑战者2成编制的发起大规模进攻，大多数情况下应对3到5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乌军在接收到北约国家援助的豹2后呢，便立刻计划为其加装爆炸反应装甲，以此进一步提升该坦克的防护能力。所以在全部豹2改装完成之前呢，乌军是不可能将其送往前线的。不过大兵也好奇啊，如果乌军要将这2款坦克送往前线的话，会为他们配置哪些辅助性装备呢？
截止目前，北约各国承诺提供给乌克兰的豹2已经超过了100辆。如果上述坦克能够如期交付，足够乌军组建一个加强版的豹2坦克旅了。而在其形成战斗力后，将使乌军拥有强力的装甲突击力量。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有可能在局部战线发起一次战役级别的反攻行动，促使战局发生有利于乌克兰的变化。至于装备搭配，应该还是会和现有的几款步兵战车做搭配。比如说，在今年1月4号，法国宣布向乌克兰援助装备105毫米主炮的 AMX-10RC 装甲车。对于这款装甲车的火力与部分坦克不相上下，因此也可以将其看作成一款轻型坦克。而乌军还可能会将其余步战车，例如 BMP-2 或者是黄鼠狼与豹2挑战者2组合，同样发挥强弱搭配的优势，在战场上争取发挥更强的战力。这种组合呢，也是能最大程度上发挥他们优势的选项。毕竟在此前的哈尔科夫反击战中，正是因为缺乏先进坦克，乌军基本都是依靠轻步兵搭配装甲车、步战车，甚至是无防护的高机动车辆进行战场机动和突击的，使得其持续进攻能力较弱，包围能力更弱，只能切断俄军补给线，迫使俄军后撤，缺乏打歼灭战的能力。在防御的时候呢，乌军也是因为缺乏重型坦克支撑战线，摧毁轮番冲上来轰击乌军据点的俄军坦克。而在这些步战车、装甲车与豹2和挑战者2搭配后，乌军将能打破俄军坚固的防线，穿越俄军炮兵火力封锁区，掩护乌军机械化步兵攻破俄军阵地，摧毁俄军各种反步兵火力点。在突破俄军阵地以后，重型坦克还能进行快速穿插，向纵深前进扩大突破口，合围俄军后撤部队。因此，豹2和挑战者2的参与将极大地提高进攻和防御能力。当然了，想要让这些援助的坦克形成战斗力，乌军仍需要克服一系列困难。按照欧美陆军编制，每个坦克连都需要配备防空导弹小队、充足的燃料供应车、协同作战的机械化步兵分队以及其他辅助装备。因此，如何为大规模装甲集群保障燃料运输，又如何维护前线弹药库的安全，成了乌军的重中之重。毕竟此前俄军陆军的装甲部队在俄乌初期呢，就遭遇过后勤补给困难、燃料半途断供的危机。到2022年7月之后，乌军反攻及僵持阶段，俄军装甲部队呢，更是因为燃料库、弹药库屡遭海马斯火箭炮的袭击，难以形成战斗力。不过这一点现今倒是不必太过担心，因为此前呢，乌军获得了北约援助的一大批防空武器。而且近期根据《经济时报》的报道，在加拿大和波兰的支持下，乌克兰将很快获得巴基斯坦制造的阿扎 MK2 便携式防空导弹，进一步强化乌陆军的防空能力。总结来说呢，这次乌军将布雷德利和 M55S 坦克相搭配，是基于战场实际情况和以往实战经验的考虑，能最大程度发挥出两款装备的优势，进而为前线乌军提供更大的帮助。那么大家认为未来 M1 坦克之后又将和哪些装备形成配合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指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